红绿灯可以。读秒啦。它这个红灯几秒？还有5秒啦。老板给我来一份。几秒？还有一份15块啊。哎，拿好了啊。哇，这么好吃怎么做的？想学你，我教你啊。今天呢，想要给大家做一个中国的传统小吃糕团，相信很多南方的朋友应该都吃过。按照平时我介绍某一个小吃的时候，会说这是某某地区的，但今天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，这是中国的传统小吃。我怕他们万一把里面的馅料换成泡菜，就去申遗了，对吧？那当然不行。我们先准备一个咸蛋黄的馅料吧，喷上一点高度的白酒，然后我们上锅把它蒸熟。上班第一天，这个东西罢工，25分钟左右。哇，先用勺子把它简单的压碎。锅里倒250毫升的淡奶油，50克的白巧克力，100毫升的鲜牛奶，40克黄油。我这黄油已经过期了，你们自己开店不要用过期的。加热到50度左右，全部融化开就可以了。完全融化之后，我们倒到破壁机当中，咸蛋黄全部倒进去。加糖可以根据你的口味来加，我这边大概加了80克左右吧。一定要把它打得很细腻才行，打到细腻就可以倒出来了。这种粘稠的质感是对的。接下来我们调一个粉，普通米粉和糯米粉，按照7:3的比例混合，把这个米粉混合均匀，水慢慢的加入进去，水的量大概是米粉量的1/2，这只能说大概哦，要有比较多的小球，但是又没有干粉的状态。接着我们要把里面这些小球都搓开，就是你这样一捏，它能团成块，但是再这样一搓就散了，这种状态是很好的。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粉里面还要放入1.5份的糖，注意要用糖粉啊，不要用那个绵白糖。这些滤不过去的大颗粒还要拿过来再搓散一下啊。过滤完之后，哇，就非常的蓬松，像是那种雪花粉一样的感觉。那我们接下来蒸一个试试看啊，一个这样的底座铺到底下，蒸布垫上去，把这个木架放上去，把我们过筛好的米粉倒进来。一锅这个原来放这么多粉，把多余的粉刮掉。接着我们需要挖出，哎，这个怎么这么紧啊？挖出馅心的位置。再来，这个也是我们的第一个，也不知道行不行啊？哎呀，现在滴歪了。把馅料放在中间。装完馅料之后，我们需要在上面薄薄的撒上一层这个粉。我们的模具上也要有粉啊。把它这样合过来，用我们的小锤锤把上面的粉敲下来。我们脱模看一下，歪了，天气如果比较干，可以在上面稍微喷上一层水，这样防止它干裂啊。一定要提前切好，如果不提前切好的话，等会儿真的会粘到一起。我拉的有点歪，是有点歪，有一点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接下来是一个重点，如果失败，我们就彻底坍塌了。我们要拆模具。哇，这个取下来，把这个，哦吼，塌了，移出来。哇，这个，哦吼，手碰到了这块膏，把这块膏蹭破了，好气啊！把它挪到我们的蒸笼当中。哇，这个手一碰，你看是塌了。哇，稍微水再多一点会不会更好一点？把我们的模具放到锅上。盖上锅盖，毛巾沾湿了，把这个边缘堵一下。其实用纱布是最好的，防止它跑气。蒸大概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当当，哎，怎么这么多这样了？它炸裂了。说馅放太多了吗？这个1键3连都没有了。那我还好意思问他们要1键3连吗？这个是连吧？要不要1键3连？要吧，应该要吧。其实市面上现在非常流行一种流心的馅料，今天我们这个就没有，它其实是比较扎实的这种奶黄馅的感觉。
因为我特别喜欢咸蛋黄的味道，所以我放了很多的咸蛋黄。咸蛋黄的味道比我们在外面买的会重很多。那今天我们尝试了一下，我发现可能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改进。第一是馅料不要装太满，这边有一锅馅料装得很满的，大家看一下效果。1、2，你看馅料太多了，这个馅料在蒸制的过程当中会膨胀开来。我总担心馅料不够，然后死命往里放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不是这样的，蒸完之后一定要立刻出锅，不要蒙在这里，蒙在这个里面会把这个东西蒙湿了，烂掉。还有一个水比的问题，如果说你这个脱模的时候容易散，或者是蒸开了之后容易开裂，就说明你整个的水都是偏少的，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。这个都需要经验的，你每个牌子、每个地区的米粉都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调整。我从小到大其实吃的最多的是那种没有馅料的实心的，最常见的场景也不是过年，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好玩的习俗叫上梁，就是村里面谁家的房子完工了，或者是快要完工了，会有一个把大梁上去的过程。那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主家会拿出很多的糖果、面包，然后还有这种团子从高处往下扔，然后大家去抢。有的时候还会碰到下雨天，然后那个扔的就是满地都是泥泞，你还要去抢。但是那个过程是很好玩的。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种习俗了。总的来说，这个东西还是特别传统的一个糕点。这种糕点我特别喜欢吃，因为我喜欢这种糯糯的口感。但我媳妇她就说不是特别爱吃，对吧？一般吧。对了，还有一个环节忘了搞，来过来。你这样，这个环节叫喂狗环节，来。是不是不太好？你就是不是你，是我。那你喂我行吗？什么意思你？喂狗环节嘛。喂你。好。关于我想为观众狗粮自己成为狗的那些事。